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呢 CES 启示录 AI 走进生活，丰田打造了未来城市 Woven City。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的主编荣平，孙荣平小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荣平。 CES 2025非常受到瞩目，是相当热闹，而且有很多我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新玩意儿。我觉得我们的副总编辑宏达他下了一个蛮好的注解，就是说未来的历史的记载会说，这一次的 CES 之后，人工智慧开始进入真实世界。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频道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和分享。新的一年，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这次真的很多大老板都亲身的来说，到底 AI 接下来要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会谈到这样的题目，就是丰田汽车的会长丰田章男。他这次特别宣布 Woven City 这个计划，然后的一些相关的进度，你可以先帮我们开个头，到底 Woven City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在18年的时候，丰田章男其实就在 CES 上说，丰田要超越汽车制造商的框架，它会变成一个移动公司。那时候大家还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到了20年的时候，他就有比较具体的计划，他就说我要做一个 Woven City。那其实那个时候，不论是汽车制造商啊，或是各种半导体制造商啊，他们就是在看好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大家都说我要做这个半导体，或者是说摄影机，或者是感测器，都是跟自驾有关的。那丰田其实最应该要讲自驾嘛，但是其实丰田章男他的高度更高，他就说我是要做一个未来的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呢，其实用到这些技术，就是你可能有点想象不到他在讲什么这样。那但是过了5年，其实这个之间我也有想说要去采访，我也是。然后我是要求了很多次啊，你是自己去看过对不对？对，我2023年的那一年，我直接有一个机会到丰田的总社在名古屋嘛，然后当时就有说希望可以去看一下 Woven City 的进度，结果他们就是非常简要直接的说现在就是在工程中，没有办法看工程中，所以很危险，你们记者当然因为我不可能进去。们都知道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对啊，然后而且以丰田章男当时提出的那些构想，对，我们真的会很好奇，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做。好不容易到了今年的 CES 展，就是睽违了5年，丰田章男他就终于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就很开心的跟大家宣布这个构想。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叫 Woven， 就是编织的意思嘛。那城市就是有各种道路编织交叉交错编织出来的。那其实还有个更大的意义呢，就是丰田家族，丰田章男的曾祖父叫丰田佐吉，他100多年前他就发明了织布机，那当时是人力的，后来就不断改进，发明了自动织布机。26年就成立了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然后章男的祖父呢叫做丰田喜一郎，他就是37年成立了丰田汽车。那当然这么将近100年以来，就是大家就是把他这个事业发扬光大嘛。章男的父亲是丰田章一郎，他就是除了推动汽车本业还是全球化之外，他还有发展了住宅的事业。他们这一代一代每一个都有个事业。其实丰田有个家训，就是一代一业，每一代都要有一个新的事业出来，就是你不可以光是继承，对，你一定要创业，对，你不是只有接受祖先的财产的感觉。就像丰田这样子的家族啊，我觉得光是继承既有的事业经营好都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又要求继任者你还要再开创出新的事业，所以难怪可以有100年的历史，经过各种产业的变迁都还是屹立不摇。是丰田章男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有说，他说我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听到一代一业这个使命，所以他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 Woven City 这个 Woven 就是隐含着他们的家训，对，就是要编织嘛。我觉得他就很幽默，自己觉得很幽默。是看他的那个 CES 演讲，他一开始就说这么多照相机对着我，让我觉得我好像泰勒斯这样。I feel like Taylor Swift.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觉得很难笑，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回归正题，就是说提到丰田，大家可能先想到就是丰田汽车很好嘛，就是便宜又好用，值得信赖。就说其实5年前我好像还打着同一条领带，我其实讲了这个 Woven City， 那后来他就是接着就发表 Woven City 的一些细节，对，就是我们觉得这是除了黄仁勋之外，这是另外一个亮点嘛。对，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到底 Woven City 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位置，但是现在就是说它整个规划是比较清楚的。容平帮我们介绍一下。在静冈县它叫居野市，其实它本来是这个丰田汽车东日本公司的东富士工厂，它那个工厂现在已经没有在生产，是他们的一个旧工厂，对对对，已经没有在生产了。然后它的面积其实是有71万平方公尺，相当于这个15个东京巨蛋。哇哦！去年10月已经完工的只有第一期，第一期大概是5万平方公尺，然后已经开始实证实验。其实我们之前才刚报道过关于绿建筑、永续建筑这件事情，你要做到永续，你要做到净零减碳，这个东西已经都盖好了以后，你在里面净零减碳其实是比较难。你最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做。23年他们就已经先拿到了美国立的就是能源与环境先导设计这个标章，他们已经得到认证，而且是白金级的，所以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永续的决心。可是23年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盖出一个规模了嘛，对，我觉得 对，所以才能去拿到。对对，这是藏得很严实啊。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说想要做到最好才会给大家看嘛。而且日本企业就是这样，对，我先做，不会说就是先画大饼，先敲锣打鼓的。对，然后2025年的秋天，理论上然后秋季他们就会开始有居民要陆续的进驻，第一批可能是就是丰田相关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会住大概是100人左右，然后再增加到360人。等到第二期全部盖好以后呢，希望是2000人这样。刚还有个同事跟我说他好想去住，其实我也很想啊。我在想如果还有旅馆的话，就真的一定要去住住。麻烦你跟丰田建议一下，搞不好也会有。我们努力，真的是一个模拟城市的样貌的话，应该要有嘛，对不对？因为它不会只是关在里面的居民，它会有游客啊，对，所以也要有提供游客的设施。对，那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当用丰田的员工，而且你要有创造力，是假装我是个科学家一类的，可能很快就会被识破。对，因为他这边除了员工，还有退休的人士啦，还有一些零售的商店。他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想要参加实证的科学家，或者是各个企业的伙伴，或者是创业或者研究人员，甚至是宠物。因为丰田章男他自己也有养宠物了，这样，所以他可能就会故意列到这一块。有趣的是说，这些人当然就不是像我们这种平凡的人，他们可能是真的是一些创业家，或者是一些发明家，在工作或者是在生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想法，彼此讨论，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所以对，就是说他们在里面的生活，并不只是像我们就是只是过日子而已，他们的生活都是要带来意义的，要为促进这个人工智慧和这个未来城市的进步提供。这是理想状况了，最好是这样。那当然，你说丰田的家人，他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背负的这种，对呀。但是他是使用者，他使用者如果任何不便，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马上反应，这都是很重要的实验。但是的确也是，就像我们讲沙盒实验好了，你无论如何，你就是一定要实际的运用出来，你才会知道到底哪里还需要改进。对嘛，所以他先让100多人住在这里面，可能就是开始慢慢的。我一定要去问一下丰田，这100多个员工是怎么海选来的吗？对不对？还是要经过智商测，我不知道。对，或者是他应该也要各种样态的人口都有嘛，应该是要，对，就是不同的年龄层啊，小朋友也对，你说宠物都有了嘛。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毕竟丰田自动车还是他们最大的事业体，它最主要也是为了它的汽车事业的转型而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计划。对，所以到底在这里面，我们光是在交通的这一块好了，对，丰田是强项嘛。丰田章男自己也说，他觉得自动驾驶很无趣啊，因为他那么很爱开车，他自己会赛车手，对，他自己会赛车的。就算是行动不便的人，他必须要坐轮椅，他觉得轮椅也应该可以赛车啊，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昨天有同事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轮椅赛车的构想在《南方四剑客》这部卡通就已经实现了。对，其实现在很多都是我们以前卡通看到的，现在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了。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会担心晚上夜归的妇女很危险的，那他会有一个无人机，好让你去守护她的安全。但我不知道细节，说不定
有坏人，但那无人机可以发射什么吗？不知道，反正就是这都是充满想象啦。但是就是有个无人机是可以护送夜归的妇女回家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日本就是高龄化嘛，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养宠物，可是养宠物其实或许也很累，他会有一种陪伴长辈的宠物机器人，他甚至可以跟你对话啦，陪你走路啦这样子。然后还有他们就是有这个空中计程车、空中车辆，就是譬如说你要从这个 Woven City 你要到东京，你要办事的话，然后可能塞车会很远，然后你就可以坐这个飞天车。这看起来就是真的就是 AI 在其中，他们还特别在去开发了一个平台，对，一个车用平台。对。那车用平台就是说丰田因为他自己是汽车制造商嘛，所以他需要很多伙伴。其实他2020年的时候就跟 NTT 就是日本电信电话有合作，就是有开发这个平台。大家都知道这 AI 是不断进化嘛，所以其实他们2024年的时候又宣布了新的计划，还要再建构这个智慧交通 AI 平台。他们的重点就是人和车和基础设施是要融在一起的，要达到这个零事故的目标。他们是整个配套来看的，我觉得这还有一段路要走啦。其实自驾车的推展啊，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跟环境的融入，因为在现实空间里面真的很难做实验，所以在 Woven City 里头现在是比较可以实现的，因为Woven City 基本上是丰田自有地，对，所以它有些在马路上要实验，你就要跟市政府申请什么，它不用，它就是在自己的路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做实验，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啦。所以这100多个人住在里面，真的是实验性质很强，因为他们可能哪里随时要做个实验，他们就全部都要配合。这也或许它只是正常的生活，反正所有的那个记录都会进入 AI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我们进不去。对，好，这些东西老实说形容起来这个很有画面感，而且你会知道就是说这不是电影，这是真的，现在已经真的在发生了，而且就是在丰田它不是已经只是个概念，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然后它照顾到的也不只是交通啊、住宿啊，它还拉了很多伙伴一起来做很多有趣的事。所以就是说丰田章男自己有说虽然这是我们在推的，但是他就是希望说就是开放的，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其实现在汽车业这么难经营，其实大家也都是开放的心态，就是互相日产跟Honda都合并了。对，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很开放的心态嘛。除了 NTT 之外呢，他们这次又多了5个伙伴，就包括大金工业，就是我们的冷气的大金空调，大金工业、大同饮料，还有日清食品，我们知道就是它的泡面嘛，所以食品业也进去了，还有 UCC 日本，还有曾敬惠控股，感觉就是说日清食品在那边干嘛？对，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日清食品其实现在就市面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做完全营养师，就是譬如说一碗泡面，可是它其实就是所有你需要的营养，你的膳食纤维，你的什么钾啦、钠啦什么，它全部都已经帮你调配好了，都在那一碗里面。就是其实一餐里面应该要有什么3份蔬菜啊，2份蛋白质啊，我只要吃那碗泡面，我就什么都有了，今天的营养就够了。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嘛，那他也要拿去那边实验，或许会有更进一步的口味，针对不同人的需求有什么调整，这个可能都还需要再开发这样子。那有趣的是说，大金工业它就是空调嘛，但是他想做的是就是无花粉空气，因为花粉的确尤其是对日本人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而且他们有计算过，这个如果你因为花粉然后你过敏，你会工作效率低落，医疗费用会增加，你这个影响会很大，越想越大。所以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无花粉的空间，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也可能只能目前在 Woven City 这样子的一个小一点的环境，不然你在台北是没有办法。你可以有很多想象，那你可以在这边实验，你就当做他的伙伴。对，然后其实会让大家很向往，就是像刚才你有提到因应这个高龄化的情况，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利用 AI 来降低人类工作负担的做法，对不对？包括连家务它都可以有机器人帮忙。对啊，丰田章男在 CES 的演讲里面有讲到说，其实折衣服在亚洲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它可能很轻松，但是很占用我们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找了这个机器人，可以就是有那种用3点就可以把衣服折。有，我到现在不会，就是在日本的那种教学节目就有，他有过，但是 tips 怎么样就可以一次。机器人比我们还聪明，机器人学一个晚上他就会了，就是把它就折好这样。是，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啦，或许有更多说不定以后煮菜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很期待。是，那他到底他能够帮丰田赚钱吗？
现在是不计成本，没有了，真的是不计成本。目前研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在烧钱，真的太花钱。其实本来这个负责 Woven City 的软体的公司，其实丰田章男自己有掏腰包，他投注了50亿日元在里面。只是因为后来他们的营运模式改变，这家公司本来它是独立在研发的，但是后来变成丰田委托他研发。他觉得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又投资这边，这样子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丰田就把他的那个5%买回去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丰田章男是真的很有决心，他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讲得很好听啊，就是说我们先不用谈这个获利，我们就是要对人类有贡献这样子。当然了，我不知道久了以后是不是也还是可以维持这样子的，或许是说获利也还是希望有一点点啦。但无论如何，他先做这件事情，我们再看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他的营运模式真的是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它就是一个实验室。最早的时候听到丰田章男提出这个计划，丰田相关的人士是讲说这个是他个人很想做的事情，对，所以他才会自己出钱来做。因为在里面的很多实验都会用到丰田的技术，所以才变成说用委托的方式。对，但是用委托的方式呢，显然还是不能够解决如你刚才所说利益冲突的问题嘛。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说丰田也有入股，丰田有入股之后，你才更容易吸引其他领域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呢都可以开始参与之后，大家也是其实也就是一起在里面烧钱。可是我觉得这些企业啊，其实我相信他们最终的目的，当然第一个就是解决让 AI 可以在人类生活里面实际应用这样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这些技术到时候开发成熟了，其实他们回到公司都可能可以发展成商品。是啊，对，所以你要说这个城市本身要获利，我觉得是不太容易，但是它可以产生出来很多的效益，再回馈到这些企业上。所以这也就是 AI 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然后第一次看到它真的要落地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只是不知道，真的希望赶快丰田章男先生，如果你会看到，麻烦那个可以开放让台湾的朋友们也去看一下吧。台湾的 AI 的供应链那么强，对不对？把旅馆盖一下。对，旅馆可以盖起来。它可能会变成富士山脚下的另外一个景点。对，因为它真的可以远眺富士山，我们看照片啦，那个或者是示意图，是真的很漂亮。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20集，中国展开科技报国拼扩产，封测载板 PCB 首当其冲，台厂要如何求生？这一集的留言，荣平帮我们念一下。财团 Paul KK 说，其实最近从淘宝买汽车零件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产品品质越来越好，可见竞争力。的确好像是这样。是，而且淘宝真的很夸张，什么都买得到。我有很多那种什么玩音响的啦，或者是组装自行车啦，或者是非常冷门的领域都买得到，然后很冷门的零件，对，他们说淘宝什么都有，而且都是他们当地制的，又便宜又好。那些东西如果你去买欧美厂有品牌的啊，可能就是贵个5倍起跳，而且可能要很久才会运到。对，总之中国大陆当然他们还是有相当的实力啦，所以我们一直也都没有轻看他这件事情。对，第二位是 Ruby 蔡，他说感谢财讯提供最棒的财经资讯，谢谢。对，真的很感谢，我们也很高兴财讯有这么棒的读者们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交流回馈给我们这些意见。第三位蔡进元先生吧。短时间我不敢说，把时间拉长到10年，我觉得除了半导体以外，所有其他产业台湾都可能位居下风。台湾劳力密集产业除了要面对大陆还有东南亚和墨西哥的竞争，一旦这些产业趴下去或产业外移，失业率就会大幅飙高，就算有半导体也支撑不了整个国家经济。当然现在我们因为有半导体撑着，半壁江山护国神山，对，不过呢就是还是有一些远忧，对，也不能只有山而已。是，谢谢这位读者。那最后还有一位是财团的，应该叫杜杰阳吧。他说不止封测 PCB、B 阶记忆体都瑟瑟发抖了。确实啦，大家都知道嘛，只要中国一出手，到处都是红海，真的，迟早会把大家都淹没。是，对，所以还是要自己
发愤图强。是，那感谢荣平的分享。谢谢。如果您还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点击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那这一次关于 CES 的相关的报道，在财讯的第729期都有非常详细的故事内容。那另外呢，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节目的想法，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里面的问卷连结。您的任何建议呢，都是让我们可以不断优化和改善的动力。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